霍雨浩在日月帝国当间谍，送出1000份图纸回史莱克，被特批加入海神阁。霍雨浩被史莱克学院安排进入日月帝国学习魂导器，他肩负着史莱克学院魂导系以及复兴唐门的重任。在日月帝国的2年半时间里，霍雨浩就为史莱克学院送出了1000多份珍贵魂导器的制作图纸，靠着这些图纸支撑起了一个史莱克学院魂导系，让魂导系的发展至少节约了100年的研究时间。霍雨浩也因此被加入海神阁，成为海神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成员。海神阁可是史莱克学院的最核心机构，其成员都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。霍雨浩仅仅是5环魂王就被特批加入海神阁。那么霍雨浩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当霍雨浩从景阳山脉返回后，就得到消息，和菜头师兄已经顺利通过明德堂的考核，获得进入明德堂学习魂导器的资格。这让霍雨浩十分惊喜，但是惊喜之余，他的心中也出现了紧迫感。如今和菜头都已经进入明德堂了，自己才刚刚确立修炼方向，所以霍雨浩也要进入明德堂。但是他作为史莱克学院最核心的弟子，镜红尘是不会让霍雨浩去明德堂学到先进的魂导器知识，但是霍雨浩却有自己的办法，弄到了1376种先进魂导器的制作图纸。想要学到魂导器的核心技术，就必须要进入明德堂，所以当霍雨浩被抓入大牢用刑之时，他就想到了进入明德堂的办法，故意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镜红尘为了安抚霍雨浩，才同意让霍雨浩进入明德堂。在霍雨浩伤势恢复后，宣子文就带着霍雨浩进入明德堂。刚进入明德堂，就给霍雨浩带来一种极为震撼的感觉，随即给霍雨浩安排了一张实验桌，但是这里到处都充满着监控魂导器，霍雨浩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，就是为了防止霍雨浩在这里偷学。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霍雨浩已经投入到了魂导器的研究之中，而负责监控霍雨浩的人也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因为霍雨浩在这里每天都只是制作一些简单的魂导器，他更多的时间反而是在发呆。只是他不知道霍雨浩那所谓的发呆，实际上是在使用精神探测，研究其他人制作的魂导器，再将这些魂导器的核心法阵记下来。回到宿舍后，霍雨浩画出图纸，再通过番禺老师将这些图纸送回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克学院魂导系在得到图纸后，节约了大量的研究时间。2年多的时间里，霍雨浩一共寄出了1376张图纸，对史莱克学院做出巨大贡献。所以海神阁宿老们一致通过，特批霍雨浩进入海神阁。在霍雨浩返回史莱克学院之时，严少哲和仙灵儿2位院长亲自前去迎接霍雨浩回归。